啊，蓝莓出现干叶、红叶、卷叶、黄叶、焦枯不生长，蓝莓出现病害、虫害。缺肥、缺光还是缺水啊？看着我手里这些素材啊，咱们一个视频给你解决清楚。蓝莓出现整体性的干叶，底部枝条干叶，局部的干叶焦边啊，新芽不长。整体这个症状就是光和水没有结合好啊，光强水少啊，造成的干叶出现过缺水的现象。有人说我浇水了。浇水没浇透，咱们自查啊，表面浇透，底部没浇透。蓝莓是喜光啊，在光照充足、温度偏高的情况下，咱们浇水要完全浇透啊，小水慢浇，浇到底部流水，它从叶芽的位置重新出芽，那么它活了 ，OK 了，没有问题。那么蓝莓整体长势还行，个别枝条出现干枯，这一个枝条干枯了怎么样？枝条折了啊，尤其是蓝莓的一个新枝条、新芽、新笋，特别脆啊，一碰就折。所以说咱们搬运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咱们只要给它摘掉就可以啊，不影响其他的一个生长。那么蓝莓黄叶整体性的偏黄，蓝莓不长个啊，新芽顶端不生长啊，生长停滞。那么即使新芽生长，新芽的叶边缘啊焦黑干枯，这个问题2点原因。第一重点排查什么？排查你家的光照是不是不足，是不是长时间的阴天下雨。啊，光照没有满足4个小时以上，光照不足，光合产物少啊，导致的它这个有机物合成少，停滞不生长，叶片表现缺铁性黄叶的一个症状。那么甚至说新叶发白、发黄白，本质肉眼看是缺肥啊，真正原因第一点一定要重点排查光照的问题，第二点排查缺肥的问题。你一查都告诉你是缺铁性黄叶。它不单纯的缺铁，你补铁肥效果非常甚微啊！它是整体氮、铁、镁它都缺。有人说我施肥了，那么蓝莓对肥力的要求偏高啊。第一个，蓝莓浅根系，吸收肥力能力弱啊，咱们土壤当中施肥频率要提高，要上来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蓝莓它对硝态氮吸收能力弱啊，就看你的肥料是不是含硝态氮比氨态氮多。导致它氮肥吸收不足。那么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咱们前提第一点，在光照满足的情况下，咱们可以尝试换肥啊。你可以用咱们蓝莓专用的这个 AB 肥，按照它的比例兑水啊，浇水咱们就把这个肥加上，浇水就把肥加上。那么后期蓝莓的叶片油绿湛亮啊，它都反光。那么长势健康的情况下，它才能开花，才能结果啊。那么整体性黄叶的第3点原因就是土壤偏碱了啊，你的配土不行，你黄泥土、田园土种的蓝莓啊，碱性的土种蓝莓肯定是不行。蓝莓特别稀酸，你不会配土的就7份泥炭加2份松林加1份真度盐啊，搅拌匀以后给它换个土。你要懒得配的啊，咱们店铺的种茶沙火土啊，咱们种蓝莓用的都是这个土啊，直接种就可以。那么第3个，蓝莓出现红叶的现象啊。整体性的叶片发红啊，排查温度过低啊，温度低它自然而然的变红，后期它会落叶休眠啊，根系长时间积水，根系有水涝啊，托盘底下有水不到是吧？因为蓝莓根系比较细啊，它这个最承受不住的就是水涝，浇完水以后把水给它沥干。那么如果从底部的老叶开始往上红，那么蓝莓缺什么？缺磷啊。有人说我用磷了，看看你是不是着重给土壤调酸了。你铁呀、钙呀，你往土壤当中加的多了，抑制磷的吸收，因为铁、钙会在土壤当中和磷产生化学反应，导致植物吸收不了啊，造成的植物缺磷啊。缺磷的时候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蓝莓的这个分枝啊比较少啊，不怎么长分枝啊，这也是一个着重的缺磷的一个现象。同样的可以调整用咱们蓝莓的 AB 专用肥。那么第4个。就蓝莓一换盆啊，夸夸掉叶啊，整体状态不行了。那么已知现在买到的这个蓝莓啊，除了我以外啊，用这种家庭养护的，咱们那个方盆啊，高脚的沥水盆去种植啊，专门针对家庭养护的去种植去培苗啊，很多都是为农户培育的这种播苗，营养播的播苗。那么播苗长势旺盛的时候，蓝莓这个根系啊，盘着一圈又一圈。你换土的时候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破根儿啊，从中间。给它抠开，你要破根儿，不破根儿它不长。你换完盆以后，它就出现黄啊、掉叶啊、老叶这个变红啊、肥力吸收不足啊、生长不良啊、新叶不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就是什么？你没有破根儿，新根儿长不出来。如果说它盘的没有那么厉害，你可以梳理啊，可以轻微的梳理，哎，底部的土球一抖了，它这个根系啊，看见了吗？就下来了啊。这时候去种植，你不破根儿。种植不行啊，蓝莓种不活，很难活。那么当然跟苗也有关系啊，你买到的老苗、扦插苗啊、带病的苗啊，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。那么不解释不诋毁啊，我了解这个东西，所以咱们蓝莓的一个出品都是从主培苗
那么从这么大开始培育到这么大，再到这么大，再到这么大的大苗啊，然后卖给你啊。所以说买苗的时候，你别问他几年苗啊，你要问他什么？你家是不是脱毒的主培苗啊？主培苗可以买，没有问题。那么第几个了？忘了啊。那么新叶发红啊。如果你家蓝莓这个新叶出现粉红、嫩红、鲜红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红啊，那么证明你的盆土可能过湿啊。你比如说阴天下雨的时候，湿度过高的时候，我浇水浇太多了，会造成新叶发红啊，尤其是粉红。咱们适当的控水，再长出来苗或者它再生长，那么这个它可以变绿啊，然后后期就解决问题啊。但是我这个是出紧了啊，值钱了啊。那么第6个问题，蓝莓出现边缘往内枯，是吧？它呈一个 V 字啊，字母 V 字，2点原因。第一点晒伤，第2点缺钾，是吧？它不是病啊。有些人说，哎，它长毛了啊，它长毛是因为它先干枯，丧失活力啊，空气中的微生物它去分解，产生了一些菌丝，叫做长毛。啊，这都可以摘掉不管，但是你要了解它生产的原因，不要盲目的去喷药。缺钾或者是阳光过强啊，温度35度以上，阳光直晒叶面啊，叶片一摸烫手的那种感觉，叶片温度太高造成的。那么第6个、第7个，新芽发黑啊，叶片畸形，看见了吗？它呈拱形。这时候咱们把眼珠子瞪大啊，去找叶片背面很小很小会爬的虫。叫做蓟马啊，它很小，你一定要仔细检查。那么蓟马还有一个症状，就是它新长出来的叶片啊，这个畸形的叶片的叶脉部分呈棕黑色啊，黑棕色，这些都是有蓟马啊，你要仔细检查。那么治疗这个，咱们可以用艾律四啊，这个药啊，我测试过很多药，这个药效果比较明显，里边可以兑点有机硅啊，然后咱们打的时候，叶片的正面、背面啊，背面是重点。啊，咱们这个土里边都要打啊，因为蓟马会在土里边进行繁殖，一般是7天左右打1回啊，打2回就差不多没了。咱们打的时间要注意，在傍晚的时间打啊，这个效果会比较好。那么关于蓝莓的一个病害啊，蓝莓病害相对来说比较少啊，除非是说你这个当前的空气湿度过高，蓝莓容易有一些灰霉病，你可以用一些日常用的杀菌药啊，就可以有效的进行预防，是吧？像网上流传的这个什么炭疽病啊，这些病啊，那么多数时候。除了这个苗自带的一些病啊，绝大多数都是晒伤的一个问题。那么给大家系统的讲一下蓝莓应该怎么养。那么咱们蓝莓养护最重要的2个点，第一个就是光照啊，你在室内养护的时候必须满足4个小时以上的光照。虽然我是卖苗的，但咱说实话，就是告诉你4个小时以下光照你养不了啊。第2个关键点就是什么？就是它这个土啊。蓝莓选土必须得是酸性土，排水透气性要好啊，有机质含量要高，是吧？我刚才抓一把土，给这个根系啊给抓出来了啊，因为蓝莓的根系它属于一个虚根系，那么这种虚根系，第一个怕什么？怕积水啊，所以说土的排水透气要好。那么第2个，这种虚根系吸水吸肥能力弱啊，这个对咱们施肥有一定的要求。咱们一会儿再讲施肥啊，选土你田园土、黄泥土这些不能用。那么最简单的给蓝莓配土的方式就是泥炭土加上2份的松林，按照体积算啊，1份的珍珠岩就 OK 了。你不会配的，懒得配的啊，你养蓝莓，咱们店铺有重沙沙火土啊，直接可以种啊。我们的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重沙沙火土种的。看到这个长毛的，就持续性的给蓝莓进行一个调酸，这就是咱们这个咔咔长根的菌肥。咱们有光有土，咱们根据温度和光照，我来教你蓝莓怎么浇水。那么当你的温度达到30度以上，咱们南阳台养护或者是室外养护的话啊，这个土一点儿它都不能干啊！什么时候浇水？盆面的土拿起来，你去捏一下，它不滴水。看见我这种程度了吗？它是湿的啊，但是盆面土拿起来，它怎么样？它不往下滴水，咱们给它浇水啊。这是阳光好，温度高。那么阳光气候有变化啊，连续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光照不足，光线弱啊，咱们要减缓浇水，就是盆面这个土啊变色了，盆面土摸着干了。咱们给它浇水就 OK 了。那么这个是30度以上啊。那么现在进入秋季啊，从7度到30度的这个温度区间，咱们怎么浇水？阳光好的时候，盆面土看着微微变色啊，颜色微微变浅，或者是盆面土摸着有湿度啊，但是手不沾水啊，这个湿度感觉就像那个衣服在洗衣机里甩干的那个潮湿乎，那个时候咱们给它浇水啊。阴天下雨的时候，盆面土干个半个手指节进行浇水啊。另外一个判断方法啊，就是蓝莓
颠盆儿，盆儿稍微有点轻了啊，咱们就给它浇水。那么浇水要浇透啊，怎么能判断浇透？就是你浇完水以后，你掂一下盆儿啊，这个盆儿很沉了才叫浇透。如果你浇到底下哗哗的淌水啊，这个盆儿还是很轻，说明你什么？说明你没浇透。你不要一瓢干上去，小水慢浇，给它浇透浇匀。那么很多花友遇到蓝莓枯叶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就是你没浇透，它就是缺水的表现啊。从底部往上枯，它就是缺水的表现。它整体枯那就缺水缺狠了，根系不吸水了。啊，你说我浇水了，你是把盆面土浇透了啊，底下没浇透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浇完水以后，你一颠盆，它还是很轻，你要赶紧去补水，尤其是光照好、温度稍高的时候，是吧？这枯叶的问题啊，缺水解决了。那么蓝莓枯叶了应该怎么救？小水慢浇，匀的溜的浇完以后，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啊。你枯叶摘不摘都行，杆子是绿色的，盆面土干了再浇水，那么慢慢的它会从干枯叶片的这个芽点位置出新芽，那么它就恢复活力啊，逐渐的去给它增加一些光照。光水土完事儿了，那么第4点就是蓝莓用肥。蓝莓本身对肥料相对来说比较挑剔啊，咱们含氯的肥料不能用，杀菌的自来水里边含氯，咱们用自来水浇花的时候要静置24小时，把氯气放掉啊。硝太氮过多的肥料咱不能用，是吧？另外一个就是蓝莓对钙的需求比较特殊啊，咱们新出了一款蓝莓的专用肥啊，解决蓝莓用肥的这些问题。咱们用肥的时候啊，要根据你的温度进行一个频次的改变。先接4斤水啊，就是2升水，2000毫升水啊，咱们 A 肥取出来半勺，撒在盆里啊，咱们搅拌均匀，然后咱们再取 B 肥啊，取出来半勺，撒在已经兑好 A 肥的这个水里啊，咱们给它搅拌均匀。那么兑出来的这个溶液啊，咱们小水慢浇，哎，把这个蓝莓这个土啊给它浇透，让它渗一渗，再浇水，渗一渗，再浇水啊，直到完全浇透为止。那么施肥的时候啊，咱们一定要注意温度啊，当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，那么蓝莓生长相对来说会慢一点啊。咱们施肥3到5天，把这个肥给它兑里就 OK 啊。如果说这个温度处在最低7度、最高28度，它这个区间啊，这个蓝莓进入生长旺季啊，咱们浇水就带肥，浇水就把肥给它兑上浇，这样啊，保证土壤当中啊它有充足的一个肥力，然后蓝莓这个小根儿啊，它吸收弱、吸收慢，那么它时时刻刻在吸收，那么这样才能补充它这个吸收能力弱的一个不足啊，蓝莓后期长势旺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